안녕하세요 Cindy 예요，优家亲故回归啦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 GFRIEND 这次的曲风跟以往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？没错，这次的主打歌是 GFRIEND 出道以来首次不是使用 Lee Young-tae 这个作曲家的作品，而是使用 No Joo-hwan 的作品。他也不是第一次为 GFRIEND 写歌，历年的专辑收录曲像是 Trust 还有 Fall Asleep Again 也都是 No Joo-hwan 的作品。相信很多人听了这次的主打歌，觉得有浓浓的动漫感吧。开头导入的钢琴，到后面加入了交响乐，还有比较快的节奏，去带出了这首歌的速度感。曲调的部分听起来是比较伤感的，不少人说有美少女战士的感觉。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。看完 MV 的第一个念头，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就是觉得银河扮演的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同时，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已经离开人世了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推测出银河这个角色已经不在人世。第一个线索就是成员的道具，像是在这个地方也令他箱子内的毯子，同时也出现在这个回忆的画面中，银河身上盖着的那条毯子。还有他听了之后默默流下眼泪的录音机，侧耳倾听的 MV 最后出现了录音机，在尤伦比的一开始，银河声音是从录音机播放出来的。Yuju 他带着花，还有也许是时空胶囊的宝盒，到山上去看望某个人。那到了山上之后呢？他趴在了一堆石头上面，在韩国堆石头有祈福的意思，可以引申为他有点类似去扫墓，然后在墓碑前面悼念某个人的感觉。到 MV 的中后段 ，Yuju 还有拿了一把粉红色的气球，粉红色有很多意思，梦幻、可爱、浪漫、爱情等等。但是呢，它也有美好的回忆的意思。那 Yuju 最后他放开手，让气球飞向天空，代表着美好的回忆离他们远去。一开始他带去的那束花，最后也有枯萎的场面，也代表着生命的逝去。纸飞机有一种就是乘着思念，然后翱向远方，希望可以达成某个愿望的感觉。MG 他不断的投递纸飞机，但是纸飞机全部都飞不远，全都坠落到了地上。乘着他的思念，但是却再也不能相见。尽管脚上全是伤口，他也丝毫不在意。什么时候可以让你没有办法去在意皮肉伤的痛呢？就是当你的心更痛的时候。在 GFRIEND 历年来的 MV 当中，都是银河曾经使用过的道具。至于 Simbi 跟 Sowon 呢，他们两个的道具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做的行动都在暗示着这件事情的发生。一开始他先闭上了眼睛，闭上眼睛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但是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已经真实发生的事情。那 Simbi 呢，他在就是日落的时分，像是要去寻找着某一个人。黄昏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世界可以互相接触的一个时间，也暗示了这支 MV 里面有某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。再来第二个线索呢，就是银河还有其他成员比起来的那种不协调感。在这支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由恩娜来担当，有很多场景都是恩娜一个人回过头或是张开眼睛之后，发现成员在她的背后对她微笑，或是呢发现成员不在身边。在这个黑夜的场景，成员们都拿着手电筒奔跑，可是这里却只有5个人。当他们找到银河的时候，用手电筒去照射银河的脸，他的瞳孔却没有因为光线的照射而收缩。医生在检验病患的生命迹象的时候，会用灯光去照射他的眼球。通常如果是持续扩张的状态，就表示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再来第3个线索就是银河的行动。MV 的一开始，银河打开窗户，独自一个人在等待着谁，看着鱼缸里面的鱼发呆，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跟他的这个等待的动作。他在一个纯白色但是黑暗的房间里面，从白天等到了晚上。当 Simbi 来到这个废墟，打开门的时候，光线照射进来，银河才突然惊醒。这个地方，导演用了一个白光作为转场，暗示说就是当人过世来到天堂，或是来到一个死后的世界的感觉。很多人在昏倒的时候形容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一片白色的。废墟房间还有银河睡觉的这些动作呢，同时也代表这个地方是银河独自一个人
沉睡许久的所在。中间这个收网安慰野令的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看到旁边4个成员是在玩鬼抓人的游戏。那这个地方的鬼是谁呢？就是银河。综合以上几点线索呢，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支 MV 的故事脉络。成员们曾经一起生活在这栋房子里面，那他们度过的时光是非常快乐而美好的。那自从银河离开人世之后，成员们也都各自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展开了自己的生活。只剩下银河，他的灵魂留在这个地方。虽然展开了新生活，分散在各处，但是他们不变的都是无法忘记这个失去朋友的伤痛，然后同时都非常的思念银河。日落的时候 ，Cindy 来到废墟去寻找恩娜。镜头后来也带到了5个人回到了当初他们一起玩过的草地。GFRIEND 这次的歌名 Time for the Moonlight。字面上的意思是月色照耀的夜晚，但是它也可以引申成变得多愁善感的一个时间，或是呢想起所爱之人的时间，同时也代表着 GFRIEND 他们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满月的时间才能够相遇。我觉得最后的结局有2种情况，成员们来找银河之后呢，一起在屋子里面玩游戏，说以前的故事，一起在草原里面享受过往的时光。但是最后，当银河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成员们却都已经不在。那 MV 的最后，银河也回过头来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他们只有在这个时间点能相见。过了这个时间之后，银河又要回到独自一人的时光，继续在那栋废墟里面等待着下一个满月的时间到来。第2个状况呢，就是其他成员也跟随着银河的脚步，用不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性命。那成员们呢，在梦中或是在死亡的世界中再度相聚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就是当银河发现成员都离开自己身边之后，其他5个人却又就是涌上来抱住他。银河最后看向观众眼神就变得有点复杂，就是他很高兴，但他同时也为就是全员死亡的这个结局感到非常的悲伤自责。网络上面还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解析内容，那甚至还有人把这次的 MV 跟4月号去做联想，鱼缸里的鱼就像是在比喻他自己一样。这种鱼的品种也是寿命比较短暂的品种。6个人在黑夜的废墟当中，好像回到过去在讲故事的时候，这些数字也刚好跟4月号的罹难时间、日期还有罹难者人数有相似之处。4月号罹难的人大部分都是高中生，当时他们是要去参加休学旅行，也就是毕业旅行。毕业旅行最常见的活动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，然后一起讲故事、玩游戏啊。那银河就是睡觉的房间画面呢，也是特意做成倾斜的，去暗指那种船舱倾斜沉没的感觉。但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啊，我相信好的作品就是可以让观众依照他们的自身经验还有价值观，去悟出不一样的道理和心得。那这个导演也非常非常厉害，他曾经指导过 BTS 的 Phenomena、Wonder Girls 的 I Feel You 等等，运镜啊，然后画面的呈现跟场景布置、道具准备等等，都是一连串，然后也有跟 GFRIEND 以往的 MV 做连接。这次光是听音乐就会有一点点揪心的感觉，更何况再加上这样子棒的 MV。整个就是大爆哭，快点快点！如果你当初在看 MV 有想哭的感觉，在下面留言让 Cindy 知道，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人，好吗？而且这次的舞蹈啊，真的是超级好看，开头跟结尾的舞蹈是有做前后呼应的，一贯的加上了 GFRIEND 的舞常有的那种芭蕾现代舞的风格。那希望这次 GFRIEND 的成绩可以跟他们的歌词一样，梆梆梆梆梆。今天的 MV 解析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的 Buddy 朋友。我是 Cindy， 谢谢你们看完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